大家好，我是貓盾，今天我們來聊第3季傳世風物質要怎麼抽。戰鬥技能底下的這2個風物質屬性，我們就不看了，因為所有傳世風物質的屬性都是一樣的，全都是最終傷害增加和減免而已。傳世風物質的重點只在戰鬥技能，所以我們也只需要看它的戰鬥技能就可以了。為了讓大家更有畫面感，在看技能的同時，我也會拿上一個戰鬥技能聖龍無形來和這個新的堆金機遇做比較，因為它們的類型還蠻相似的。這樣大家就能更了解新的戰鬥技能的能力究竟如何。堆金机遇會使我方全體武將最終閃避率提升 18%， 衰弱命中提升 30%， 和衰弱抗性提升 10%。這些屬性全都是能跟得上版本的稀有屬性。雖然命魂孫權丸的最終閃避稍微落下了，但衰弱屬性還是目前的主流。聖龍無形會在釋放命魂技後，使敵方全體傷害結果和傷害結果減免降低 12%， 最多可以疊加3次，也就是 36%。雖然聖龍無形提供屬性的速度比較慢，需要釋放命魂技後才能生效，不像堆金機遇提供的屬性一開始就有，但那 36% 的傷害結果提升和減免的含金量還是很高的。堆金機遇提供的都是軟屬性，聖龍無形提供的則是硬件屬性。在屬性對比這一塊，我認為是聖龍無形會比堆金機遇更好。不過堆金機遇在回龍魂值和命魂值方面的能力就比聖龍無形更強了。聖龍無形是在釋放命魂技後，可以為我方全體恢復25點命魂值和1點龍魂值。不過聖龍無形的效果只能觸發1次，而且還要靠釋放命魂技後才能觸發，所以啟動會比較慢。堆金機遇只要釋放龍魂技就能直接恢復1點龍魂值和回20點命魂值。在一般的情況下，釋放龍魂技的速度肯定會比釋放命魂技更快。堆金機遇单次恢復的命魂值雖然比聖龍無形少，但只要釋放2次命魂技，恢復的龍魂值和命魂值就都會超過聖龍無形了。所以在回龍魂值和命魂值的能力上，是堆金機遇完聖龍無形了。堆金機遇在釋放龍魂技後，還可以提升我方最終攻擊力和最大生命值，這個能力也是價值連城。觸發2次後，那就是 40% 的最終攻擊力和最大生命值提升了。目前最強的2個真傷流派，火燒隊看的是攻擊力，而另一個流派 SP 蔡文姬的真傷看的則是生命值。所以堆金機遇提供的最終攻擊力和最大生命值提升，都能提升這些真傷的輸出能力。這邊又再次印證了堆金機遇是個非常符合當下版本需要的戰鬥技能。聖龍無形提供的能力一樣需要釋放命魂技後才能獲得，它會降低敵方全體的最終攻擊力和最終防禦力 20%。若是在 PVP 的場合，這個數值還會翻倍，變成 40% 的最終攻擊力和最終防禦力降低。這2個戰鬥技能所提供的最終攻擊屬性算是打了個平手，都是提升或降低 40%。但聖龍無形的降低最終防禦力就沒有堆金機遇的提升最大生命值來的有價值了。雖然降低最終防禦力也能降低打真傷的能力，不過那是僅限於靠防禦來打真傷的盾隊，對上其他隊伍的價值就沒有那麼大了。而且在目前這個以真傷為主的版本，最終防禦力的價值也沒有那麼高。再加上聖龍無形的屬性翻倍能力只能在 PVP 生效，在 PVE 的能力也是稍遜於堆金機遇的，所以這邊也是堆金機遇勝於聖龍無形的。最後的結論就是，本季的戰鬥技能堆金機遇是比上一季的聖龍無形更好的，它也是目前已推出的3個戰鬥技能中價值最高的，所以推薦優先抽取。至於聖龍無形，雖然它的能力略低於堆金機遇，但它仍是目前排名的第2的戰鬥技能，而且它的能力和堆金機遇完全不衝突，2個一起上還會有很好的疊加效果，現在依舊是個很值得抽取的戰鬥技能。
命魂小喬現在還是當打之年，只要你有5紅命魂小喬在隊，命魂技就可以很快釋放。聖龍無形的能力也可以很快的就啟動了，所以現在聖龍無形的價值還是很高。如果你有能力把2個都拉滿，對 PVP 的幫助就會很大。但如果你是无氪玩家，只能選一個，那還是推薦優先抽堆金機遇。命魂小喬退場後，若沒有其他能快速釋放命魂技的角色，那麼聖龍無形的啟動速度就會稍微變慢了些，所以堆金機遇是會比較保值的。至於第一個戰鬥技能鎮壓邪祟，它的能力和其他2個戰鬥技能對比之下就更差了一些。鎮壓邪祟同樣是透過釋放命魂技來觸發的，但它只能降低敵方恢復的命魂值，沒有龍魂值相關的能力。而且還要自己先釋放命魂技後，等敵方普攻才能扣15點命魂值，最多觸發2次。無論是命魂值總數還是發動的時間，都比其他2個差。鎮壓邪祟在釋放命魂技後，可以降低敵方 5% 格擋率、10% 的傷害結果和傷害結果減免，最多可以疊4層。聖龍無形雖然只能疊3層，在總數上比鎮壓邪祟少了 4%， 但它每次都能提升 12%， 鎮壓邪祟只能提升 10%。所以鎮壓邪祟得在第4次釋放命魂技後，傷害結果增加和減免才會超過聖龍無形，實在太慢了。雖說現在這3個一起上就是最強的，但鎮壓邪祟出得早，在能力上一定是第一個被淘汰的。如果你還沒抽或來不及抽，就可以跳過了。無氪玩家一律建議集中抽最新的堆金機遇就好，不然等你抽到也要淘汰了。鎮壓邪祟要5星才能用，聖龍無形最少4星，要穩就5星。但無氪玩家要5星太難了，所以建議4星過渡就好。堆金機遇還算平民，3星就能用，但3星沒有最終攻擊提升。4星釋放龍魂技後的效果只有1次，也就是少了一半的龍魂值和命魂值恢復，最大生命值和最終攻擊力的提升。所以強度始終還是在5星上，建議先把堆金機遇拉滿後才考慮其他戰鬥技能。當然，如果你在上一期就抽了聖龍無形，只差1點就能4星，那麼這期也可以考慮先把龍聖無形抽到4星，至少能用。然後從下期開始才集中的去堆金機遇。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